哥哥，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棒的，也要多夸夸我嘛。高傲同桌在跟我打赌输掉后，我逼他跪着跟我撒娇卖萌，没想到多年后他却成了我的面试官。叶双，你小子终于落我手里了吧？最纯爱那年，为了让暗恋的人记住我，我始终控分，让他当了整整3年年级第2。他急了，找我恋爱乱我军心，我笑眯眯应下，反手先他一步甩了他。好消息，他真的一辈子忘不了我了。坏消息，多年后我求职，他是面试官，他反手把我简历撂了，这个不行。下一个，安世瑜还是那么记仇，我笑笑礼貌的微鞠一躬，本来今天能见到他就是意外之喜了，所以被拒绝我也不气馁，而是转身准备离开。等等，背后响起的声音带了点咬牙切齿，这就是叶先生想加入我们公司的决心。安世瑜脸上升起几丝怒气带来的薄红，周身成熟的威势顿时散去了不少，怎么还是像高中那会一样沉不住气？当然不是，我想加入公司的意愿十分强烈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。我眼神诚恳极了。安世瑜冷哼一声，不再开口。接下来的流程全由另一位面试官负责，我准备充分对答如流。眼看着我入职板上钉钉，安世瑜又来横插一脚。叶先生知道自己面试的职位吗？我颔首，知道，总裁助理。安世瑜嘴角的冷笑愈发深了。来之前不查查总裁是谁？看他在意的要命，我想逗他的心思根本按捺不住。查了呀，还以为是同名同姓，没想到真的是我的前同桌。安世瑜看我的眼神简直要冒火了。另一位面试官看出我俩的不对劲，擦了擦额角的汗。叶双先生，你的简历很优秀，回去等通知吧。就他了。安世瑜直接拍板，一字一顿，必须给我的前同桌一点优待。我丝毫不慌，反而朝他眨眨眼，谢谢。前脚离开办公室，刚过转角，安世瑜就追了上来。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选你？我丝毫不脸红，当然是因为我特别优秀。安世瑜气急，叶双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自大。我停下脚步，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不然呢？总不能是因为有人想和我旧情复燃吧？前女友。安世瑜顿时沉下脸来，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。我选你只是为了报复你，折磨你。叶双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可以选择不来入职。他高高抬起下巴，骄傲的模样一如往昔，我脑海里却闪过卑微恳求的他。骄傲如安世瑜也曾向我低头，他说不分手好不好？我的愣神被安世瑜误认成退缩，他的手指暗暗缩紧，嘴上却还是不肯饶人。要是怕了，就别再来招惹我。我笑着叹息，安世瑜，你也还是和从前一样。直到走到公司门口，我也没有下文。安世瑜不爽极了，到底和从前一样什么？我朝他扬手告别，神秘一笑，把我从黑名单放出来。我就告诉你，我早被安世瑜所有平台拉黑了，连易遇云也没放过。分手那天，连我庄园的小鸡也被他暴揍了一顿。要知道他之前对小鸡自称慈母，我没空喂，他偷带手机来学校也要替我铲屎喂屎。品学兼优的年级第2，哪干过这么出格的行为？别看现在安世瑜继承家业成了霸道女总裁，高中的她恪守校规，老实的甚至有些单纯。唯一一次用家里的权势，是把我调来做她的同桌，在没有异性同桌的重点班，我俩有点过分显眼了，但无人提出异议，因为我是年级第1，没人会往早恋身上想，包括我自己。我知道安世瑜是来偷师的，他很好奇小县城升上来的男孩是怎么偷走了他的美味第一，他一定要偷回来，而我很看不惯他。原因有2点，一是他家有钱，我不喜欢；二是他说话喜欢用下巴看人，很高傲很装杯，第一印象太差。我对安世瑜的态度冷漠至极，安世瑜心高气傲，热屁股都不想贴，何况冷屁股。我俩唯一的对话就是试卷出分，每次都是安世瑜忍不住先开口，你多少？我惜字如金的报出分数，也不期待他的回答，骄傲的哼一声是比我高，冷笑着呵一声是分数一样，沉默就是分数比我低。不对，我怎么又看他了？我不着痕迹的收回视线，握紧了手中的笔。狡猾的年级第2试图用美色乱我军心，而我绝不会上当。不冷不热的同桌关系就这么处着，直到竞赛来了。交完报名表回教室的路上，安世瑜有些得意的开口，叶双，你确实挺聪明的，但是竞赛这种东西不只需要天赋，经验也很重要，这次我肯定能赢过你。小县城师资力量没那么强大，竞赛这方面我初中接触的确实不多。安世瑜自傲但不自大，这次他确实说到了点子上，不过在成绩方面我同样骄傲，也同样不会轻易认输。我淡定一笑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输的人要答应赢的人一个要求，当然不能是太过分的那种。安世瑜骄傲的脸上多了几丝犹疑，对手不可小觑，他直觉有诈。我慢悠悠拖长语气，没想到安世瑜你这么怕输啊，要是换个成绩比他差的击他，安世瑜只会觉得对方手段低级，换成我，安世瑜马上炸了，赌就赌。他咬牙切齿，叶双，你完了。好巧，看来他也很看不惯我。后来竞赛出结果，我和安世瑜都拿了金奖，这种情况在我们预设之内，所以我俩比对过答案。不巧，我的分数恰好比安世瑜高一点点。他说的对，经验很重要，要是我也有他那样丰富的经验，肯定还能比他高更多。虽然拿了金奖，但安世瑜脸色很黑，他一天也忍不了了，只想赶紧愿赌服输，然后就可以忘掉耻辱。想我答应你什么要求？快说。我装听不懂，什么答应要求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因为我们打了赌。那为什么是你答应我的要求呢？临近午休，林荫路上没什么人，安世瑜沉默了一会，突然就摆烂了。他超大声说，因为我输了，我输了，可以了吗？我简直想大笑，但是看安世瑜那么崩溃，我很有良心的憋住了，轻咳一声，我说，小鱼啊，别那么激动，你管谁叫小鱼呢？我生日比你早3个月。安世瑜彻底炸毛了，好好好，那叫你大鱼。完蛋，嘴太快了。安世瑜脸红到了脖子根，我解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越描越黑，安世瑜高傲的头颅低了下来。
他声音小了点，你到底要干嘛？这是闹的，我都没那么好意思看他笑话了。其实也没啥，就是想看你撒娇。班里有些女同学就爱嗲嗲的撒娇，每当这种时候，安诗瑜看他们的眼神就像在看一群傻子。我和安诗瑜的观点一致，所以我提这个要求完全就是想整他，毕竟我一向很看不惯他。果然安诗瑜彻底红温了，怕把人气得太狠，我终究是放他一马，实在不想做那就不做了。他瞪我一眼，我讲信用，愿赌服输。安诗瑜憋红了脸，哥哥，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棒的，你要多夸夸我吗？语气僵硬，一点也不嗲。他装作无事发生，然后凶凶地说，不准告诉别人，哈哈。真像只小孔雀，暗恋的种子在那一刻悄无声息扎了根。上班第一天，我选择左脚迈进办公室，一声冷笑传来。那天回去后的深夜，气性大的前女友终于解除拉黑，给我发来一个句号。我先点开朋友圈疯狂截图，搜刮完一切能搜刮的信息，我终于大方为她解惑。你和以前一样幼稚，我觉得我也很幼稚，根本忍不住不气安诗瑜。好一会没有反应，我再发过去一个笑脸试探，果不其然被再次拉黑了。脾气真带。为了安抚前女友兼上司，我端来一杯温热甜牛奶，刚喝一口她就黑了脸，连咖啡都不会泡吗？我好脾气的笑笑，那我倒掉给您重泡一杯。她低头又喝了一大口，下不为例。之后安诗瑜就沉迷工作无法自拔，我有些失落，说好折磨我，就这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，我去水房歇口气，同公司的好友也进来找我。叶双，总裁是不是凶你了？看来大家表面在努力工作，实际都在偷偷观察老板。安诗瑜的黑脸全被他们看在眼里，朋友有些愧疚，怪我那天看新上任的总裁这么美，就把照片分享给你，没想到你动作这么快，直接就跳槽了，连你这种无心情爱的也为咱总裁着迷啊。啧，我抓住了关键词，也着迷。安诗瑜貌美多金，有很多人喜欢她是正常的，只是用了着迷这个词，估计程度不一般。朋友喜欢吃瓜，我大学时的八卦都是他讲给我听，这次也是一样。他小声道，就是总裁上任第二天来了个王先生，听说总裁在国外留学这些年，是他一直陪着。我挑了挑眉，听谁说的？保真吗？还能听谁说？王先生自己说的。朋友一副一言难尽的表情，他挑了几个长得好看的员工，自顾自地讲他和总裁的国外故事，跟狗撒尿标记地盘一样。当天这些事迹就传遍全公司了。听到这，我手已经紧紧握成拳头。那天看见安诗瑜的照片，我只觉得是缘分未尽，这一次我不想再后悔，所以我来了。来之前我预想过很多结果，比如安诗瑜发现我进了公司，太恨我了，遂将我狠狠开除。可这么多结果里，没有一种是安诗瑜身边有了其他人。我回了工位，心脏闷闷的，快要喘不过气来了。低沉的情绪只是暂时的，很快我就打起了精神。毕竟我从来不愿轻易认输。默不作声掏出手机，我神色自若的开始摸鱼。安诗瑜朋友圈的截图被我一点点仔细扫描，深夜 emo 居多，偶尔是风景照。我没有找到任何一位疑似王先生的人，甚至都找不到男人。众多朋友圈里有一条很奇怪，安诗瑜什么文字也没配，只有一张漆黑的图片。我思索片刻，将手机亮度慢慢调到最大，灰尘似的白点缓缓显现，而后发出光芒。我愣了神，原来这是一片星空。桌子被轻敲2声，安诗瑜不知何时走到了我背后，他眼神不善。叶助理，上班第一天就敢摸鱼，不止摸鱼，我还偷看老板呢。我下意识准备按灭屏幕，却又硬生生止住。安诗瑜的朋友圈截图就大咧咧的展示在那，我嘴上说着抱歉，眼神却直勾勾的看向他。我好奇他会作何反应，没想到安诗瑜只是轻飘飘扫了一眼屏幕，语气凉薄，再有下次扣你工资。我失望的哦了一声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无精打采的工作着。安诗瑜不会关注其他人的情绪，除了他在意的人。想着这一整天他对我的漠视，我心里不免打起了一丝退堂鼓。我是很想把他追回来没错，可我更担心死缠烂打让他厌恶了我。也许面试那天他对我的情绪波动只是昙花一现吧。我心中叹气，没发现手机震动了一下，直到又连震了好几下，我才发现安诗瑜又把我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。下次扣，这次没扣，转账1万元，去楼下给我买杯咖啡，顺便调理下情绪，开心一点，不要多想。我不希望你的低沉情绪影响到整体办公氛围。我像一下充满了电，精神抖擞的回他，好的，除了咖啡还需要什么吗？隔着一扇百叶窗，安诗瑜回得很快，不需要，多的当跑腿费。记忆闪回当年，安诗瑜见我午饭只打了2个素菜，便让我帮他带水换得他饭卡的使用权。他一脸惊愕，给你就收着，我们这种有钱人从不免费让别人干活。当年的我毫不犹豫收下了，有钱人让我宰，我凭什么不宰？现在的我忍不住望向一窗之隔的安诗瑜，我想告诉他，我已经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抠抠搜搜。大4的时候我技术入股，和同系同学开了个小公司，这几年我已经经济自由，所以我才有勇气跳槽，找回以前我觉得我握不住的人。有很多话想说，可惜时机场合都不对，所以我只是对安诗瑜高兴的笑了笑。他关心我，他还在意我，我觉得我又可以了。入职已经大半个月，这天安诗瑜的日程表里有个晚宴要参加，我心中躁动，眼看着时间临近，终于可以进去提醒安诗瑜，总裁，晚宴时间快到了，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？我眼珠转了转，比如提前去接您的男伴。安诗瑜从文件里抬起头看了眼手表，什么男伴？你和我一起去就行。心中的大石落地，我长舒一口气，还以为他会和王先生一起呢，只是我还没高兴太久，就被安诗瑜直接带到了晚宴现场。我再三确定，我们就这么来了，也不做个造型换套衣服什么的。安诗瑜一脸疑惑，看了眼我的职业套装，工作场合而已，这样不挺好的？下一秒他恍然大悟，安诗瑜唇角勾起点笑，我说你问什么男伴？你不会以为你是我的男伴吧？他笑意愈深，是一种从前男友那里扳回一城的得意。想多了你，跟紧我，小跟班。我气得牙痒痒。进去后如安诗瑜所说，他就是纯粹来谈工作的。在他公司的这段日子，我也了解到不少情况。安诗瑜深造完回国，直接从他父亲那里接手了公司。他年纪轻，加上又是家族企业，众多亲戚元老虎视眈眈。此时他急需做出点成绩站稳脚跟。安诗瑜和一众前辈打过招呼后，便寻找起有意向合作的公司负责人攀谈。本来聊得好好的，直到对面这位同事少年才俊的荣总突然意味深长说了句：“安总真是年轻有为。”身边这位助理
理也是帅气不凡。安世瑜黑了脸把我挡在身后，抱歉，突然有急事，我们先走一步。我在他身后疯狂给顾无言使眼色，见安世瑜要走我急了，一把他拉住。我们认识？他开玩笑呢。顾无言上挑的眼里满是无辜。叶助理本来就很帅气啊，安总怎么急了？安世瑜一脸严肃，我们在聊正事，你却突然品评我助理的容貌，抱歉，看来是我误会了，原来是认识啊。安世瑜不紧不慢道，我还以为是骚扰呢。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，直到一道男声打破了寂静，小鱼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款款而来的应该就是那位传说中的王先生，他笑容甜蜜，你来参加晚宴，怎么都不和我说一声？顾无言笑了，安总，需不需要我带着叶助理避一避，给你和这位先生留出空间？我瞪了眼顾无言，这种时候我怎么能走？把喜欢的人留给情敌，这种事我做不到。安世瑜瞟了眼王先生，语气冷漠，为什么要和你说？我不觉得我们是需要报备的关系。他轻拉我的衣袖，我们走。离开前，我转身对顾无言做了个口型，给我等着，你完了。顾无言缩了缩脖子，一脸心虚。王先生却还在跟着我们。见安世瑜不理会他转而和我搭话，怎么没见过你？你是新来的吗？我点点头，他眼睛亮起来，那肯定没听过我和小鱼姐在国外留学的事，你想不想听？我迟疑了一下，说实话，我挺想听的，毕竟本人亲口说的和传闻多少有点差距。我刚想答应，安世瑜忍不住了，他停下脚步看向我，有什么想知道的直接问我。然后他视线移到王先生身上，王珂，你再来烦我，我会给你家里打电话。王先生一脸委屈，可是就是我爸妈让我追你的。安世瑜毫不留情，那我就打给警察，毕竟你这样是在骚扰我。王先生没再跟上来，又呆又怂留在原地。晚风轻扬，我和安世瑜出了门，等司机把车开过来，他不耐地扯衣角吐槽道，这晚宴真是白来了，糟心。我从包里掏出水拧开给他，消消气。他喝了一口，突然问，你和那个姓顾的很熟吗？我想了想，感觉也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。大学的时候，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开了个小公司，有钱的出钱，有技术的出技术，顾无言是出钱最多的，公司的业务都是他在谈。安世瑜轻哼一声，看来叶助理来我们公司真是屈才了。我顺着他的话叹了口气，对啊，确实有点委屈。还没等安世瑜黑脸，我又补了一句，但只要能完成我的目标，这就值得。安世瑜不说话了，也不问我是什么目标。车来了，他沉默地上了车，我知道他心里还有心结，即使他身边没有其他人，也不代表我就会被轻易原谅。后座昏暗寂静，我寻到他的手轻轻握住，安世瑜没有挣开，温热的体温隔着裙子传递，我贴着他，用只有我们俩能听见的声音，这次换我来追你好不好？安世瑜嘴唇翕动，好一会低声回复，我怎么知道你这次不是耍我？我笑了，为什么把我想得这么坏？他控诉我，因为你对我一直很恶劣，总喜欢欺我骗我，心底丝丝愧疚蔓延。我寻到他的指缝，同他十指相扣，语言总是那么苍白，我只能一遍遍许诺，对不起，但是这一次我会用行动证明自己。安世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在我看不惯他的时候，有什么阴招都往他身上使，而当我意识到我喜欢上安世瑜的时候，我更坏了。喜欢安世瑜的男孩太多，即使他嘴毒脾气坏，为了从众多男孩中脱颖而出，我想出了一个绝世损招，那就是控分。彼时已经高二，大家已经习惯我稳坐年级第一，安世瑜当万年老二，每次比安世瑜高近20分，他懒得挣扎，也不和我针锋相对了。我这招一出，和安世瑜的差距迅速拉到10分之内。出分的时候，安世瑜戳了戳我，你考试的时候生病了吗？我心中窃喜，没想到控分还能让安世瑜关心我，面上却很冷淡，没生病，分科了，我们差距缩小不是正常的吗？我也不想装的，谁让安世瑜对喜欢他的男生都不假辞色。第一次控分，安世瑜很高兴，他斗志昂扬，发誓一定要超过我。第二次控分，安世瑜很遗憾，他卷子都快看穿，懊悔为什么不能再多考几分。第三次、第四次，最惊险的一次，我控到只比安世瑜高1分，安世瑜疯了，他在课下抓着我问，叶双，你是不是故意耍我呢？我一脸无辜，死不承认，什么耍你？我没空，我要去学习了。转过身我就开始偷笑，既然成不了他喜欢的人，就成为他的阴影。多年后，安世瑜午夜梦回，居然梦见的是总分比他就高1分的那个男生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笑得更欢了，而且我没想到控分还能给我意外之喜。放假时我经常去图书馆，我喜欢这里的环境，偶尔还能偶遇安世瑜。不过那天没有遇见他，我也没多失落。从馆里出来后，我去了附近的火锅店帮忙。为了我上学，爸爸陪我在市里租房子打工，我有空就会来店里帮忙。收拾垃圾时，我听见了安世瑜的声音，他肯定是故意的。你说他是不是很过分？我眉头一挑，好哇，和朋友说我呢。我打算突然伸头吓他一跳，还没行动，我听到了他朋友的回复，这还不简单，刚好你们年级第一是个男生，你只需要稍稍勾引，乱他军心。安世瑜迟疑，可是他对我很冷淡，应该不喜欢我，那肯定是因为你之前把他当同学处啊，信我，不可能有你钓不到的男生。这听起来太低劣了，我有点失落，觉得安世瑜不会答应。果然安世瑜一口拒绝，不行，这样太过分了，不可以玩弄他的感情。你咋这么轴呢？是他先耍你的。安世瑜沉默半晌，那我试试。再回到学校，放学时，安世瑜破天荒地叫住了我，他别过脸不看我，手却伸向我。游乐园的票多买了一张，他憋红了脸，终于说出下半句，周末要不要和我一起？我毫不犹豫接过，好啊，那就和暗恋的他谈一场短暂的恋爱吧，不用考虑我们的差距，不用考虑未来，等他说分手，我们就结束。只是当时的我没想到，安世瑜后来居然真心喜欢上了我，他不想分手了。高3时，人生重要的分水岭即将到来，我知道安世瑜将来是要出国的，我从没想过和安世瑜的以后，异地和家境都是我们之间的鸿沟，所以看着对我愈发上头的安世瑜，我开始急了，必须早点解决，不能影响到我和他的高考。高3的寒假我提了分手，为了断绝安世瑜的念想，我开口那叫一个快准狠。第一句分手，我知道你是为了超过我才和我恋爱。不等他开口解释，我紧接着第二句，不过你也不用太愧疚，因为我早就知道你和我恋爱的原因了，我也是和你玩玩。第三句，还有之前的控分确实是我故意的，以后不会了，下学期就高考，我不能隐藏实力了。3句话
直接毁了一颗少女心。从此我和安世瑜相敬如宾，高考之后直接没了他的任何音讯。我以为我的理智很好的控制了感情，这段恋爱记忆会成为珍藏的甜蜜。我做得很棒，我和安世瑜以后都会过得很好。直到后来夜夜辗转反侧，我才意识到坏了，本来是要他一辈子记得我，这下是我忘不了他了。从前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，现在为了把安世瑜追回来，我甚至愿意当助理，我超爱的。趁安世瑜看文件看累了，我终于可以问憋在心里好久的问题了。那张疑似星空的朋友圈照片又被我翻了出来，我虚心求问总裁，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？安世瑜喝了口牛奶，意味深长地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个被魔鬼抛弃的渔女，被抛弃的第一年，她想她一定要优秀到万众瞩目，让魔鬼后悔。被抛弃的第二年，她想魔鬼了，暗暗想着只要魔鬼愿意找她，她一定答应她的复合。渔女解除拉黑，并在朋友圈发出仅她可见的这张照片。整整1年，魔鬼没有理会，渔女气愤地再次把她拉黑。这是她被抛弃的第3年，她发誓，要是她再见到魔鬼，她一定要狠狠地报复他，折磨他。安世瑜悠悠地提问，听完这个故事，叶助理有什么收获吗？懂了，求复合太晚，还得再哄。不爱看朋友圈的我到底错过了多少东西？我极其上道，当即做出决定。总裁，餐厅不小心多订一个座位，下班后要不要和我一起？如此熟悉的招数，安世瑜额角突突地跳。叶双，你是不是又想取笑我？我大呼冤枉，毕竟我只被这样追过，其他招数我不会啊。安世瑜哼笑，哄谁呢？高中时就有那么多人想追你，我们班的菲比，隔壁班的胡小雨。眼看着安世瑜要情敌大点兵，我连忙开口补救，谁让我心里只有初恋？安世瑜终于住口，缓缓笑了起来。他说，那好吧，和你一起。我和安世瑜的不对劲没逃过办公室里这群人的眼睛。朋友作为办公室八卦先锋，率先来找我打探消息。叶双，你和总裁？我简单回复，还没在一起，我还在追，以前认识，是前女友。朋友震惊地张大了嘴，我的妈呀，我既然这样说了，也不怕传出去。先不说我就是来追妻的，本来就干不长，不怕人说。再说我也有自己的占有欲，虽然还没追到，但先标记一下总没错吧。久违的王先生来到了公司，看来他也有自己的消息网，他像看什么新奇生物一样看着我。原来你就是小鱼姐的前男友。办公室里的吃瓜之魂已经燃起来了。安世瑜闭合百叶窗，挡住那些蠢蠢欲动的视线，他有些头疼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是和楼下保安说了不让你进来吗？王先生一脸得意，你别管，我自有办法。得意完他又严肃起来，小鱼姐，你怎么能和前男友复合呢？你不是说过你和前男友没有复合，只有复仇吗？安世瑜脸色阴沉，我什么时候说了？你不要造谣。王先生认真鼓捣着手机给我们看，你就是说了，那也是一张朋友圈截图，时间显示是7年前，算了下应该是安世瑜大1的时候。前男友，我恨你，我们之间没有复合，只有复仇。我没忍住笑了。安世瑜阴沉盯着王先生，看来我真得报警抓你了。王先生耸了一下，弱弱道，就非得和前男友复合吗？可不可以和我在一起？这是家里给我的任务。安世瑜断然拒绝，想都别想，不找你麻烦已经是看在两家的情分上了，怎么会有这么搞笑的情敌？王先生见和安世瑜说不通，又转而劝我，叶助理，你别和小鱼姐复合，你帮不上她，但是我家可以。我问，这也是你家里教你的？他点点头。我忍住摸他头的冲动，可是我可以帮他。公司最新敲定的合作就是靠我牵线。那天安世瑜和顾无言闹了矛盾后，我教训了顾无言一顿，终于敲定了合作。本来断掉的线被我连上，怎么不算靠我牵线呢？我劝他，你还要听家里的话，不如先试着接手家里的公司，再来找小鱼。王先生眼巴巴看向安世瑜，那我接手家里的公司，小鱼姐就会和我在一起了吗？安世瑜冷冷道，等你能接手的时候，我都和叶双结婚了。王先生这次真伤心了，呜呜哭着离开了。我看向安世瑜，结婚？他的脸后知后觉红了一片，却还强撑着气势，怎么不行吗？我不想再逗他，心里只觉得安世瑜可怜可爱。我坐在桌上捧住他的脸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原谅我了？安世瑜轻声道，早就原谅了，你的庄园小鸡都被我重新照顾好久了，我就知道你从来不上去看，幸好外面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，我才敢在安世瑜脸上印下一个吻。抱歉，多亏有你为小鸡发声，以后我会多关心小鸡，当然更重要的是会多关心你。和安世瑜正式复合那天我离职了，他眼中虽有不舍，却还是签了同意，就不留叶助理在这里屈才了。我知道其实你不喜欢当助理，他警惕道，上班上累的时候没有往给我倒的牛奶里吐口水吧？我瞟他一眼，复合了我也硬气起来了，凭什么奖励你？安世瑜又脸红了，叶双，你这些话都是哪学来的？我不语，只是往他嘴上亲了好几口，你就说这是不是奖励吧？实践出真知。安世瑜没法辩解了，我回到了属于我的大本营。哈喽大家，我休假回来了。众人瑟瑟发抖。办公室里有个胆大的颤巍巍举起手，他强颜欢笑，老大，你不是把这几年的假都一起休了吗？怎么不再多休息一段时间？我笑得灿烂，当然是把我要做的事提前完成了。扫了几眼其他人的办公桌，我似笑非笑，项目进程怎么样了？待会给我看看。办公室里一片哀嚎，我也不想把他们逼得太狠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过段时间我可能还会休婚假，到时候请你们喝喜酒啊。丢下一颗惊雷，我笑眯眯地离开了。是的，我和安世瑜决定过几天互相见过家长就领证了。安世瑜提的，我没有意见，是得加快进程，毕竟错过了这么多年。领证前一天，安世瑜还在加班，他说之后要休假，得把能完成的工作先完成了。深夜我去接他的时候，安世瑜已经累得睡着了，他睡得不安稳，眉心皱起，嘴里喃喃着什么。我准备充分，自然是对答如流。他说，叶双，忽而想起青春年少，阳光正好。安世瑜做题烦躁的做不出来，突然念叨了一句，叶双，刚好被接水回来的我听见。我饶有兴趣的凑近片头问他干嘛，把他闹了个大红脸。现在我轻轻揉开他的眉心，轻声说，我在，明天我们就要领证了，以后我会一直在。趁安世瑜睡着，我想起来他给我讲的故事，
事，找来了纸笔。我觉得那是个不完整的故事，所以我决定将结局写在这里。接上回讲到被抛弃的第7年，鱼女终于又见到了魔鬼。她不知道魔鬼也一直想念她，虽然鱼女嘴上说要折磨她，可还是轻易就原谅了她。魔鬼也发誓会好好爱鱼女，再也不抛弃鱼女。他们将签下契约，契约让他们永不分离。被抛弃的第 N 年，也是魔鬼和鱼女复合的第 N 年。签订契约的魔鬼和鱼女同生共死，他们都已白发苍苍。灿烂的阳光下，他们牵着手，笑着在大街上散步。魔鬼和鱼女就这么度过了幸福的一生。全文完。